前几天分享一个视频，视频中演示了 Windows 11.25H2 的新功能，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发表留言 ，Windows 11.25H1 还没发布，怎么就25H2 了？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，微软已经取消每年的 H1，很多朋友看到演示的新功能之后，都在后台私信求 Windows 11.25H2 的链接。其实，即使没有更新到 Windows 11.25H2，也可以提前获取演示中的那些功能。今天的视频就来分享如何实现这些功能。首先看一下当前系统的版本号。23H2。当前版本中默认并没有 Windows 11.25H2 中的功能，比如开始菜单，并没有多种查看方式。再比如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拖动文件，并不能看出顶部的分享栏。开始菜单中也没有旁边的和手机交互的界面。在锁屏界面的系统设置中，也没有可以自定义小组件的设置。在任务栏的设置中，也没有设置小任务栏的选项。接下来，就在这个版本中，为大家一键激活 Windows 11.25H2 中的所有新功能。打开 Windows 11开始菜单，打开设置，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 Windows 更新，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。在加入 Windows Insider 之前，这一步一定要操作，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。确定没有多余的 Windows 更新之后，点击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选项，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，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边的滑块开关，点击后退按钮，点击即刻体验按钮，点击链接账号，选择 Microsoft 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。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。点击仅限 Microsoft 应用。选择 Beta 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。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，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点击鼠标右键，选择关闭窗口，或者直接按键盘上 Alt 加 F4 关闭当前窗口，重新打开设置并导航到该选项。再次选择 Beta 渠道，点击立即重启，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。打开 Windows 11开始菜单，打开设置，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 Windows 更新，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块开关。此时不要直接点击上面的检查更新按钮，因为这样操作有时候会检测不到更新。点击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选项，
点击一下这个下角标，然后点击上面的打开 Windows 更新。此时点击检查更新按钮。这里已经显示最新的可用更新，等待更新完成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更新已经安装完成。点击立即重新启动，又是一次漫长的等待，这里就直接略过了。现在 Windows 11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，但是由于是跨版本更新，更新包会比较大，如果不清理，磁盘会被占用大量空间。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，点击左侧的此电脑，在本地磁盘 C 点击鼠标右键，选择属性，点击详细信息按钮，点击临时文件按钮，等待刷新完成，选中以前的 Windows 安装文件选框。如果不清除该选项， C 盘就会被占用很多更新包占用的空间。如果后续需要还原到以前的系统版本，请不要执行该操作。点击删除文件按钮，选择继续，稍加等待即可完成删除垃圾文件。下载 Windows 11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ato，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。下载之后，将激活工具解压缩。进入到 Vivato 解压目录，复制文件夹路径。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 命令提示符。输入视频中的代码，并重新启动计算机。首先激活的是锁屏小组件。现在激活新版开始菜单。接下来是拖动文件出现共享栏的功能。开始菜单旁边的移动设备。任务栏中的小图标功能。所以功能已经激活完成。现在重新启动计算机。现在所有新功能已经激活完成。首先还是确认一下当前系统的版本号。
依然是 Windows 1123H2。这里要注意，小版本号一定要和视频中的保持一致，或者更新，否则可能无法激活所有新功能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都有哪些新功能。打开一个记事本，可以看到任务栏上就多出了一个表情符号的图标，点击这个表情符号，就可以输入我们想要的 emoji。还可以通过该面板搜索 GIF 图片，但是因为记事本是一个纯文本处理的软件，并不支持输入图片，所以这里就暂时先不演示了。但是可以像 Word 或者所有支持输入图片的软件中使用该功能。接下来看一下开始菜单，点击全部，现在已经有了多种查看方式。至于这3种查看方式的区别，在上一期的 Windows 1125H2 中有过演示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视频。现在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，找到任意一个文件，选中该文件进行拖动，在顶部就会出现共享栏，将文件拖动到上面的任意软件中，就可以通过选定的软件进行打开。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手机，但是分享到手机需要先绑定手机的交互。再来看一下小任务栏，在任务栏上点击鼠标右键，选择任务栏设置，找到任务栏行为并点击，向下滑动鼠标，这里就会有一个选项，显示较小的任务栏按钮。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，和 Windows 10上一样的小任务栏，它只是缩小了任务栏上的图标。这里请注意图标的变化。只是为了让任务栏可以容纳更多的图标。现在看一下锁屏，这里已经出现一个天气预报的小面板，在锁屏界面的任意小组件上都有一个选项，点击选项就可以直接进入锁屏小组件的设置。在这里可以添加更多的小组件，比如关注列表、天气，或者路况信息，添加路况信息。现在就可以看到路况信息的显示。最后再给大家确认一下版本号。这里确实是 Windows 1123H2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小版本号一定要保持一致，或者更新，才能激活这些功能。